中国首富之位再次洗牌，从地产大亨到农夫帝国，再到如今的科技新贵，你每天躺平刷的 1.55 小时短视频，正在给张一鸣的首富宝座添砖加瓦。你刷到的每条广告，每个推荐都是 AI 算法在悄悄印钞。今天我们来算一算，屏幕前的你给张一鸣贡献了多少 KPI。2018年，张一鸣第一次登上富豪榜时，身家才120亿，连当时首富的零头都不够。到2025年新财富榜单出炉，他直接以4815.7亿登顶，把水王钟闪闪甩出1200亿差距，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7年时间，每天净赚1.6亿，购买32辆劳斯莱斯幻影。更狠的是，他的财富增长全靠字节跳动那21%的股权，也就是说，字节每增值100块，有21块直接进他口袋。对比一下就知道多夸张。钟闪闪卖矿泉水要靠全国几万个经销商，曾毓群造电池得建几10座超级工厂，而张一鸣的财富密码正是你每天都要打开的抖音那套推荐算法里。2025年，字节跳动估值突破4000亿美元，比整个贵州茅台的市值还高，其中 AI 业务的贡献权重从 18% 飙升到 34%。简单说，现在字节每赚100块，有34块是 AI 直接创造的，这比例比茅台的毛利率还吓人。有没有知道张一鸣财富增长最快的阶段是哪几年？把答案打在公屏上，一会儿咱们揭晓答案。可能有人会说，不就是做个 APP 吗？凭啥这么值钱？那你就太小看 AI 的威力了。字节跳动2024年营收 1.1万亿元，2025年预计冲到 1.5万亿，赚钱速度能有多夸张？相当于每天进账41亿，比马云巅峰时期的阿里巴巴还猛。而支撑这一切的正是那套能精准猜到你喜好的 AI 算法，它就像一个永不疲倦的 sales， 每天24小时给 7.5亿抖音用户推荐他们可能喜欢的内容，顺便把广告精准的塞到你眼前。更绝的是张一鸣的爱省钱术，传统互联网公司搞内容推荐得雇几千个编辑人工筛选，而字节靠算法自动完成这一切。2025年，字节研发投入占比 22%， 看似很高，比 Meta 公司的 18%只多4个百分点，却换来了比 Facebook 还高的用户时长。就像用智能扫地机器人代替保洁阿姨，初期买机器贵，但长期算下来省大钱，这就是 AI 带来的效率革命。那么问题来了， AI 是如何让广告比茅台还暴利的呢？咱们来揭秘字节最赚钱的生意，也就是广告。2025年，字节广告收入预计占总营收 55%至 58%， 看似比以前略下，但绝对值高达8000多亿。这钱怎么来的？全靠 AI 推荐算法这个精准投弹系统。传统广告就像大炮打蚊子，在电视台投个广告动辄上亿，却不知道谁在看。而抖音的 AI 算法能做到千人千面的精准投放。你刚搜完婴儿奶粉，马上就刷到尿不湿广告。昨晚熬夜赶方案，今早全是咖啡。推荐这种精准度有多值钱？数据显示，抖音广告的转化率是传统电视广告的8倍，电商广告的ROI高达1:4.2。也就是说，商家投1块钱能赚4块2。2025年，抖音国内日活用户 7.5 亿，每人每天刷120分钟，相当于每天产生900亿分钟的注意力。资源 AI 算法把这些注意力切成无数个15秒的广告位，每个广告位按点击收费。假设平均每个有效点击1块钱，每天只要有 1% 的用户点击广告，就是750万收入，一年就是27亿。这还没算信息流广告挑战赛、冠名这些大生意。2024年，某饮料品牌的夏日舞蹈挑战，72小时播放量50亿次光，冠名费就收了2.3亿，这钱赚的比茅台卖酒还轻松。AI 在这里扮演了3个关键角色，首先是用户画像系统，通过分析你的浏览记录、停留时长、点赞评论，给你贴上1000个标签，比你自己还懂你的消费欲望。其次是内容匹配算法，实时计算用户内容广告的最佳匹配度。最后是效果优化模型，不断学习哪些广告更有效，让每一分广告费都不浪费。这套系统让字节的广告加载率虽然只有 15%， 但收入却更高，因为每个广告的单价更贵。你有没有被抖音广告精准击中的经历？比如刚聊完某件商品就刷到广告，评论区分享你的被监控故事。更牛的是 AI 带来的边际成本递减，开发这套算法可能花了几十亿，但服务1亿用户和10亿用户的成本差不多。2025年字节 AI 研发投入预计1600亿，
但这些投入能同时支撑抖音、TikTok、今日头条等所有产品，就像建一座水电站，前期投入巨大，但发的电越多，成本越低，这就是科技公司的规模效应，也是 AI 能创造超额利润的核心原因。咱们拿抖音对比一下茅台，2025年预计净利润率50%左右，已经是传统行业的天花板。而字节靠着 AI 广告，净利润率虽然从2024年的26%降到21%，但基数大，1.5万亿营收的21%就是3150亿，净利润比茅台全年利润还高1倍多。这就是为什么张一鸣能超越钟闪闪，因为 AI 创造的价值比卖水卖酒更高效。众所周知，抖音漂洋过海后换了个名字，那么 TikTok 是如何在海外疯狂吸金的？张一鸣的财富能登顶，光靠国内市场不够，关键是 TikTok 的全球化成功。2025年 TikTok 上半年下载量 4.88 亿次，海外收入170亿美元，增速高达 60%， 占字节总营收的 42%， 这意味着字节每赚100块，有42块来自海外，比腾讯、阿里的国际化程度高多了。为什么 TikTok 能在海外打败 Facebook、Google 这些巨头？秘密还是 AI 算法。美国用户一开始嘲笑这个软考，结果用着用着就上瘾了。因为 TikTok 的 AI 更懂如何抓住人性弱点。数据显示 ，TikTok 用户平均停留时长是 Instagram 的 1.8 倍，因为它的推荐算法能更快找到用户的爽点。同样是推荐宠物视频 ，Facebook 可能按粉丝多少推荐，而 TikTok 的 AI 会分析你更喜欢猫还是狗，喜欢搞笑的还是治愈的，甚至能识别你对哪种品种更感兴趣。这种精细化运营让 TikTok 在欧美青少年中渗透率超过 70%， 广告收入占全球短视频广告份额的 28%， 把 Meta 的 Reels 远远甩在身后。但全球化赚钱没那么容易，得应付各种幺蛾子。欧美国家动不动就威胁禁止 TikTok。张一鸣的应对策略堪称 AI 时代的太极拳，把算法作为筹码，字节在海外推出 AI 生成内容工具 Gemini，既避开了内容审查风险，又靠技术输出赚钱。更绝的是，把火山引擎这套 AI 基础设施推向全球，占据中国 AI 云服务市场 46.4% 的份额，相当于给其他公司提供造钞机零件。有没有人知道 TikTok 在海外最赚钱的市场是哪里？提示一下，这个市场的用户付费意愿是全球平均水平的 2.3 倍，海外收入的爆发式增长让张一鸣的财富有了双保险。当国内互联网增速放缓时 ，TikTok 成了新引擎。2025年，字节海外收入预计突破340亿美元，按21%的股权计算，这部分给张一鸣带来的财富增值就超过480亿，相当于再造了一个早年的字节跳动。这种全球化加 AI 的组合拳是其他中国富豪很难复制的。除了广告这个印钞机，张一鸣的财富神话还靠 AI 生态的复利效应。字节跳动已经从单纯的内容公司变成了 AI 超级平台，旗下豆包大模型日均 token 调用量 16.4 万亿，1年增长137倍，支撑着从客服到创作的50多个应用场景。这就像亚马逊靠 AWS 云计算2次崛起，字节正在靠 AI 技术打开第2增长曲线。最值钱的是 AI 带来的协同效应，抖音的用户数据喂饱了算法，算法优化又提升了电商体验，电商交易额增长反过来吸引更多广告主。2025年字节电商 GMV 预计突破2万亿。传统电商需要大量人工客服，而字节用 AI 客服处理 85% 的咨询，每年节省成本超20亿。直播带货用 AI 虚拟主播替代部分真人，编辑成本几乎为0，甚至连内容审核都靠 AI 完成，准确率达 99.2%， 比人工审核效率高30倍。这些省下的钱最终都转化成了公司利润和股东财富。张一鸣的过人之处在于，他把 AI 从工具变成了组织能力，字节的研发投入占比 22%， 看似很高，但这些投入转化成了 1.6 万项 AI 专利，形成了别人很难超越的技术壁垒。这套 AI 系统成了字节的护城河。2025年有300多家公司想模仿抖音，但都因为算法不够好而失败，其中不乏腾讯、阿里这样的巨头。如今，张一鸣虽然退居2线，但公司的 AI 战略反而更激进，字节管理给了 AI 团队极大自主权，让字节的 AI 迭代速度比竞争对手快 30%。这就是为什么它能持续领跑。AI 生态的最大好处是一本万利。字节花1600亿研发 AI， 不仅能用在自己的产品里，还能通过火山引擎卖给其他企业。
2025年企业级 AI 服务收入预计增长120%，虽然目前占比不高，但利润率高达45%，比广告业务还赚钱，让自己的抗风险能力大大增强，也让张一鸣的财富根基更稳固。张一鸣登顶首富，本质上是 AI 时代对传统财富逻辑的颠覆。咱们来对比几组数据就明白了。钟闪闪用20多年建立起矿泉水帝国，2025年财富反而缩水21%，而张一鸣靠 AI 算法7年财富增长40倍。传统首富多来自房地产、能源等重资产行业，靠占有土地、矿产等资源赚钱。而 AI 时代，谁能占领用户的注意力，谁就能赚钱。抖音7.5亿用户，每天贡献120分钟注意力，这些注意力通过 AI 转化成广告收入，比挖煤挖矿效率高多了。毕竟矿产会枯竭，但人类的注意力每天都能再生。其次，数据比厂房更重要。茅台需要赤水河的水，当地的红缨子、高粱才能酿出好酒，地域限制明显。而字节的核心资产是数据和算法，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就能扩张。TikTok 在海外没有自建工厂，靠一套算法就能赚170亿美元，这就是轻资产模式的威力。更关键的是，数据越用越值钱，用户越多，算法越准。最后，全球化比本土化增速更快。传统企业全球化需要建工厂、铺渠道，周期长，成本高；而 AI 产品全球化只需要优化算法、适配语言。字节用一套核心算法支撑全球业务，海外收入60%的增速就是证明。这种一次研发、全球复用的模式，让财富积累速度呈指数级增长。AI 广告效率是传统模式的8倍，全球化收入占42%。再乘以21%的股权，4815亿的财富就这么来了。而传统行业的公式里，每个变量增长都很慢，自然被甩在身后。可能有人会说，这些都和我没关系，我又没字节的股票。但其实每个人都能从这个财富神话里学到东西。未来最值钱的技能是懂得和 AI 协作，最有潜力的行业是能用 AI 提升效率的领域。就像张一鸣说的 ，AI 不是要取代人类，而是要增强人类的能力。揭晓开头的答案，张一鸣财富增长最快的阶段是 B 点 AI 大模型爆发期，也就是2023至2025年。随着豆包大模型等 AI 技术落地，字节估值从2000亿美元飙升到4000亿美元，张一鸣的财富也同步翻倍。而 TikTok 全球化和抖音上线阶段增长速度其实都没这么快，这说明纯互联网时代已经过去， AI 才是新的财富引擎。最后，咱们大胆预测一下，张一鸣的财富神话会持续多久？字节跳动的 AI 野心可不止于短视频和广告。根据内部规划，到2030年 ，AI 贡献的收入占比将达到45%，营收预计2.8万亿元，估值1.2万亿美元。如果张一鸣还持有21%的股权，那时候他的身家将突破1.7万亿人民币，相当于现在的3.5倍。哪些领域会成为新的增长点？首先是 AI 生成内容，用户用文字就能生成视频，这会让抖音的内容生产效率提升10倍，广告形式也更丰富。其次是智能电商 AI 虚拟试衣、智能导购会大幅提升转化率。最后是企业服务，火山隐形已经占据中国 AI 基础设施市场46.4%的份额，未来可能像 AWS 一样成为现金流，但挑战也不少。欧美对 TikTok 的监管压力越来越大， AI 伦理问题引发争议，还有 OpenAI、谷歌这些巨头在 AI 领域的竞争。不过张一鸣已经展现了他的战略眼光，当别人还在纠结短视频内容时，他早就布局了 AI 大模型；当对手开始做 AI 时，字节已经形成了生态闭环。这种先人一步的节奏，正是科技公司保持领先的关键。张一鸣早期投资的几个 AI 项目，现在回报率都超过100倍，从120亿到4815亿。张一鸣的财富神话不是偶然，而是 AI 时代的必然。它证明了一个道理，在这个算力及生产力、数据及资源的时代，掌握 AI 核心技术的公司就能像印钞机一样创造财富。而我们每个人既是这个神话的见证者，也是参与者。毕竟每次刷抖音用 TikTok， 我们都在帮字节的 AI 算法变得更聪明，间接为张一鸣的财富添砖加瓦。或许未来的首富榜会告诉我们 ，AI 创造的财富将比过去所有时代加起来还多。而张一鸣只是这个新时代的第一个传奇。下次当你刷到抖音广告时，不妨会心一笑，毕竟你正在见证历史，也在参与一场由 AI驱动的财富革命。